在这次的印尼之旅中，第一站我们先抵达了位于巴厘岛中部山区的乌布。在这里的2周中，我们去了稻田和山野间散步，近距离感受了瀑布的冲击，在寺庙中看了一场纯人声伴奏的火舞，还第一次尝试了甘美兰音乐演奏，发现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在很多地方和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其实离乌布的市区有点距离，它并不完全是市中心，所以这一片区域更接近居民区的感觉。走过来一路经常都会听到他们的鸡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这边孩子感觉他们乐趣就是骑单车和放风筝，他们每家每户装饰的门口都特别像一个庙宇一样，有时候我真的分不太清这个到底是庙还是人家的家。而且他们的门口都有这个大象神，还有放的给神灵祈求平安跟吉祥幸福的花篮。我们每天吃早餐的位置就正对着 guest house 小院子的一个角落，被葱郁的植被与潺潺的水声环绕，不过经常也会有小壁虎和蚂蚁来造访。印度尼西亚其实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在这个80%多的人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中，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巴厘岛就显得尤其特立独行。与一般印象中印度教张扬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不同，走入乌布的庙宇和皇宫中，并不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震慑，而更像是被润物细无声的灵气所包围。这个皇宫其实没有那么大，也有可能它并没有完全的开放，所以更像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巴厘岛风格的庭院吧。然后里面有特别多的雕像，应该都是跟这边信奉的印度教有关。他们很可爱的是，他们头上都戴了2朵小花，因为很多这些雕像都是以石雕为主，所以上面都覆盖满了青苔或者各种各样的植物，反而有一种跟自然融为一体，有一种万物有灵的感觉。结束了乌布皇宫的参观后，我们远离人头攒动的主街，拐进了一条更为安静的小路，穿过郁郁葱葱的绿植，找到了一家环境清幽的家庭小店，当下就决定要在这里吃午饭。And one young coconut. 这个椰子大得惊人，比我们在泰国喝的大好几倍也有点，可能是它品种的问题。小盘子上已经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2个字：丰盛。这个是 nasi campur， 就是一种 mixed rice， 有很多混合的小菜加上米饭，
Jeffrey 这个是ayam goreng， 就有点像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也称为这种炸鸡腿。我觉得这种摆盘的方式有点让我想起了之前在云南吃过那种孔雀盛宴，不过它是一个 mini 微缩版本，但是看起来也是各种东西都有点，有咖喱，有一些豆芽小菜，还有一些像是小的 satay 这个沙爹肉串的东西水果，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一点，还有这种小小的很精致的装了酱料的小木桶子。然后他们这边的三宝酱也跟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不太一样，更辛辣一点。The ayam goreng fried chicken is super crispy, but it's not like a battered fried chicken. I think it's just the skin fried. So the skin is really thin, but when you bite into it, you still get that really nice crunch. 所以这盘虽然很小，但是它也集了酸甜辣口于一身，就各种味道配合和平衡的就刚好。就是在夏天吃，我觉得是一个不会感觉负担很重的一餐，挺好吃的。然后非常推荐那个ayam goreng， 因为那个鸡腿真的好好吃啊。I feel like the things they sell there are a little bit too random. And of course, since we're always traveling, it's hard to take any souvenirs with us. 我们就在大皇宫附近买了去看这个 Kachak 火舞的这个门票，好随机啊！就是正好看到了一个卖票的小亭子，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正好今天晚上就有表演。我好久没有这么随机的在线下订票了，所以看我们会不会被坑吧。距离晚上的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下午去乌布中心不远的稻田里散步。地图定位上的这个入口相当隐蔽，所以看到了主路上的这个标牌，就大胆走进来探险吧。Now this is more like the Bali I imagined, in the forest, in the wilderness, away from all the motorbikes. Hopefully this will be a beautiful walk. 我们印象中巴厘岛一般都是那种结婚度蜜月，一个特别浪漫，一个在海边的这样一个小岛的城市但是没有想到吧，就是在乌布这边有一个这么村的一片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水稻。据说它也是不然不是这一片，但是据说巴厘岛上的稻田也是周杰伦他拍《稻香》这个音乐 MV 的取景地，就蛮神奇的。其实它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跟中国或者是亚洲的农村都非常的相似。也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走在这些田间地头，然后经常一不小心就会掉在水坑里的这种情景，真的会有一点童年的回忆涌现出来。与其说我怀念的是童年的那片稻田，更留恋的也许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只要用力奔跑，连风都会为你加油。Look at this row of ducks. They're all looking into that direction. I wonder what they're looking at.这个创意也太怪诞了吧。
人间的灯和天上的灯都亮了。I did not expect there to be this many people here. Since everybody's just selling the tickets on the street, I didn't expect them to be able to sell out an entire crowd. The last minute. Yeah, 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is really last minute for this performance, but yeah, there's still a huge crowd here, so that's really surprising. Hopefully this show will be good.我觉得这个 Ketchup 表演确实是我看过最有灵性的表演之一啊，可以说，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寺庙的环境中，而且是完全露天，1个小时的表演，然后大家就围着一个火唱歌和做一些有剧情的舞蹈，就非常的有灵性，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乐器，完全是靠这种阿卡贝拉的这种人声伴奏。It's interesting that they just wear the costume and ride the scooter back home. It's another beautiful day. 我们打算要去走一个小小的 trekking 吧，也不能说是远足了，就是一个应该是难度不大的一个散步路径。就在那附近先吃一点饭，来到这个有点像印尼小餐馆一个很家庭小餐馆的地方这边 warung 的意思都是小吃店小餐馆，这边供应的一般都是比较传统的印尼食物，然后消费也会更加物美价廉一点。就是来到这个小院子里面，就一下又感受到了巴厘岛很 chill 的这个氛围，就只要你不在主街上，我觉得在任何这样一个院子里，你就迅速的可以进入一个安静的空间里面，就会看到整个院子里面有各种形状、各种质地不同层次、深深浅浅的绿色，头顶的天空上的云就在慢慢的飘，然后风吹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几个风筝在天上飞舞，所以又觉得一下又远离了那个非常嘈杂、非常拥堵的市区，来到这样一个小院子里，还挺舒服的。我觉得东南亚的菜就是因为他们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吧，所以他们的摆盘就有一种天然的美感，就是一种非常自然。不是过于精致，但是，看起来的颜色搭配很和谐，是一种很张扬、很热闹，但是又不过于喧哗的一种配色。然后我点的是一个鸡肉的咖喱 ，Jeffrey 点的是一个小鸡蘑菇这样的一个东西。Cheers. You took away my seat. What are you doing, Pug? 我就跟他对视了一眼，他就跑上来了。如大家所见，他已经取代了 Jeffrey 的位置，现在是他在陪我吃饭。Oh, you hungry? A few moments later.
这只狗子它偷走了我的鞋，现在 Jeffrey 在试图把我的鞋给抢回来。Well, that was certainly a very weird experience. The pug just started using Rika's shoe as a shoe toy and wouldn't let it go. Maybe because he's too hungry, I don't know. But in the end, we managed to get the shoe back after the owner decided to go give the pug some food.这里的瀑布声和虫鸣声隔绝了外界一切的噪音。我们现在已经走在这个远足径上面了，是一个上坡，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路都非常的平坦，很好走。哇，感觉这里的负氧离子肯定很高，适合大口的吸氧。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上坡的坡度，基本上剩下就是在山脊上面走。晴天来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两边的树丛掩映，然后路的尽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我们要走去那家看起来还挺有趣的咖啡店或者餐厅。结束那个大概2公里左右的山脊徒步之后呢，又会到一片全都是稻田的区域，然后这片区域的周边全都是各种 SPA 啊和咖啡店啊，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在稻田之中的一个小咖啡店，就有点像一个优雅版的农家乐吧，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什么特别景点，就反而在这种小咖啡店中，可能更加的能体会到巴厘岛它闲适的这部分的气质。我觉得在一个热带国家来说，这里给我感觉并不是很热，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它3不5时就有四面的凉风吹拂过来，还挺舒服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真的是作为一个数字游民来这里工作的话，是我看到这样的美景，我觉得我还蛮难专心工作的。现在终于回到民宿了，其实今天还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在东南亚，就是用 Gojek 来打摩托车作为出行的交通方式。因为这边叫车实在是非常之困难，一条主路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拥堵的状态，所以摩托车其实是最方便的，你要前往你的目的地的一种交通方式。但是呢，它这个路况呢，也可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看一下这个可怕的人行横道才是巴厘岛的真实路况，路一定要看路，不然就会掉坑里。不仅是道路可能会有点坑坑洼洼的，然后它中间还有各种的大街小巷，上坡下坡，而且大家开的速度也不慢，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真的是老司机或者在国内比较有经验，我觉得在这开会比较保险。
然后但是整个体验的过程倒是还好，因为我们叫的这2位司机师傅，我觉得他们的水平都非常的 OK， 他们开车都非常的稳，就是在那个路上带着你风驰电掣到处穿梭的。所以不管是在来这里乘坐摩托车，还是想要租摩托车，我觉得可能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注意安全吧。除了乌布市区内步行或者坐摩托就可以抵达的区域外呢，在更远范围内，我们选择了包车去游览它的瀑布、寺庙、梯田，一些非常热门但在地理位置上也较为分散的景点。今天第一站我们就先到这个车胖瀑布，就是想早点趁人不要那么多的时候，然后从这个山还要走蛮久才会下来的，然后我们就要走这个水路到那个瀑布去。最好还是穿一双比较跟脚的鞋，不然呢人字拖可能就不知道会冲到哪里去。它深的地方有膝盖，没有膝盖，小腿那么深。我的空气刘海已经变成了2维码了，确实感觉在经历一场酣畅淋漓的冒险。水汽就打在你脸上，那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真的感觉到了一个异世界一样，你灵魂受到了一点的洗涤。走出来了，现在就要等阳光把我自己给晒干了。这去这种瀑布，我觉得一个是一定要穿一双比较跟脚的鞋，如果有速吸鞋最好。然后就是尽可能带比较少的东西。我们2个最大的失误就是背了我们自己的包下来，因为下面完全就是一个到处都是湿透的状态，所以最好就只带一个防水的小包，里面放一些必需品就好了。After a very dizzying car ride, we arrived at our second location of the day. We're at the Puratirtha Temple. 等我们真正进到这个庙之前，都需要每个人拿一个这个沙龙，因为穿短裤长裤都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不是很会绑，我只是看别人好像大概是这么绑，就是打2个结，不知道是不是个正确的方式。Is it?圣泉寺里的泉水终年清澈，被当地人视为具有治愈和净化的力量。在巴厘岛的宗教生活中，用圣水沐浴可以带来好运和健康，所以有很多人因此慕名而来。There are so many tourists here, too many that I don't even feel like doing the ritual anymore. 除了最知名的圣泉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本地的寺庙也可以体验这种净化仪式，不过很多也需要自备沙龙。当天由于我们准备不足，加上时间的问题，就没有来得及去，有点小小的遗憾。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去乌布的话，我还蛮想尝试一下的。在这个圣泉寺附近呢，就有一家素食餐厅，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就是素的 mee goreng， 确实会跟它传统的版本会不一样，但是也蛮好吃的，意料之外。就这个豆腐，我觉得很好吃诶，这是豆腐吗？我看不太出来，但是它很好吃。所以如果参观完寺庙的话，倒是可以来吃一下这家小餐厅，正好。
结束了午餐之后，我们下午的行程就选择了更为轻松的稻田散步，去了一个相对冷门的稻田径和明信片上的常客德格拉朗梯田，发现这两个地方和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条小路在地图上也是一个 trekking 的路径，不过我们在这一路走过来，除了在照顾自己田地的本地人，好像也就没有除了我们之外的第二个游客，非常的安静。在这个入口处呢，有一个小小的募捐箱，就是为了维护这里的环境跟修缮这条路吧。然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人都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淳朴，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就 say hello。我是大人、小孩子和一些很年轻的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整条路走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干净舒适，路铺得很好，然后两边全都是这种层层叠叠的农田，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辛勤的劳作，就真的是一个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一个缩影。小时候特别喜欢抓螳螂，我小时候的朋友就是螳螂朋友，但是后来我又把他们都放生了。Behind the scenes， 有人会替代你负重前行。下一站，我们继续去了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声名在外的德格拉朗梯田。那就我们个人感受而言，相比于第一个相对原生态的稻田来说，这个梯田已经是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景区了。不仅有景区该有的物价，里面给游客的各种配套设施都非常完善。稻田泳池吧，真会玩。它的特色之处大概就在于错落其间的椰子树给这片稻田增添了些许东南亚的风情，只裁切其中的部分或许仍然能成为吸引人的景观，但细看属实觉得有些疏于照料。有一些位置看的也挺突然的。 This rice terrace really is quite massive. It seems like you have to do a huge loop in order to get to the main entrance. You would think that man over there is a farmer, but he's probably more like a paid actor to take photos with. 这位大哥老演员了。 I still feel like overall, even though this place is highly commercialized, there's still its beautiful moments, especially when the sun directly shines on the rice terraces. Hello， 各位，今天我是要来参加一个我期待了蛮久的一个活动，就是来学习甘美兰。甘美兰是印尼传统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它应该是一种打击乐、敲击乐，它是一种各种的乐器组合成的一种音乐，所以它统称叫做甘美兰。我不知道今天会学习哪个，然后我参加这个是一个周日的 workshop， 它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你看到我身后这些书，然后我是在 Google 上面搜就搜到了这么一个冷门的小地方，因为这种workshop 比那个1对1的课程就会相对要便宜1半左右。然后我也是上次看了那个 Kachak， 就是火舞那个表演，然后就对印尼的民族音乐产生了一点兴趣吧，就感觉非常的有灵性。然后他们的很多音乐呢，也是就是贯穿在他们的宗教仪式、平时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宗教信仰啊、祭祀啊，所以看一下今天的体验会怎样。
这1个小时说过得快，感觉也挺快的，就学了2首曲子，我们其实然后就是在反复的弹和合奏，然后它有主旋律，还有和声，所以弹起来感觉还蛮妙的。而且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敲击乐，我就觉得它的这种共鸣非常的强，而且你敲完一个音呢，它那个余韵会留很久，就是一直回响在你的脑海边。经常弹错，就是弹了上一个就忘了下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乐理不行，我觉得是因为它其实这个乐器比我想象的要更考你的反应速度，因为你每弹完一个音，然后弹下个音的时候，如果每一个键都那个尾音很长，它就会互相干扰，所以你每弹到下一个，你就要抓住上一个你弹过的键，让它不要发出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加考验你反应速度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看那个老师，他就是弹得比较熟练，弹了10多年之后，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切换，然后可以每个音都弹得比较短促。所以我觉得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就第一次去了解这种巴厘岛的民族音乐。那乌布篇就到此告一段落。在与巴厘岛的初相见中，我们看到了它丰饶的文化和茂盛的自然，也看到了它拥堵的交通与破碎的基建。与其说它并没有符合我们的想象，但旅行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幻想、滤镜、偏见，去接触真实的人和世界的过程。也正因为阳光与雨水带来了相似的感受，音乐和舞蹈触发了跨越语言的共鸣，我们得以在不断的行走中去阅读与理解彼此的故事多一点。离开巴厘岛的文化中心乌布，坐车1个半小时后，就迎面吹来了印度洋的海风，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南边的仓谷。早安。那跟上一篇的乌布相比，我们在仓谷几天的生活非常的简单，白天完成一些工作和剪辑，临近傍晚时分就出门去海边看日落。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去探索一下还有什么特色的没尝过的巴厘岛美食。又是一道巴厘岛名菜巴比古令，就是烤乳猪饭。这里应该是有猪的各个部位，然后它还配了一碗汤，这是啥汤？难道是猪肉汤吗？ To be honest, I'm not quite sure what's on this plate. I mean, obviously you can see there's some roasted shredded pork over here, some deep fried pork skin, we got a satay, and this looks like some pork sausages, I guess. I mean, under this sunlight, it looks really delicious. I'm gonna start here with this piece of fatty roasted pork skin. It's really like eating a piece of pork skin chips. 觉得它的调味是很特别的，是好吃的，但是真的好辣，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块比较辣了，但是它们混起来就有一种烧起来的感觉。Oh wow, that spiciness just hit me. Ooh. I need some coconut too now. Okay, so top tip, avoid the red chilies. They're really spicy. Ooh. 结束了这顿稍微有点上头的午餐后，我们终于要去看看巴厘岛的大海了。在仓谷及其周边地区有着十分绵长的海岸线，一个接着一个的海滩和俱乐部，所以我们第一天就选择去看看处在相对热闹区域的一个海滩 Nelayan Beach。在这里，我们也意外收到了大海送上的第一份惊喜的见面礼。
were walking around yesterday, we saw many local restaurants that all look super delicious and super cheap at the same time. So we're gonna go try one of them today for lunch. 因为我们这次选的住的地方稍微有点远离仓谷的市中心，但是反而发现这附近有非常多这种小餐馆，而且都是本地人来的比较多。我们点的这个是肉丸 bakso， 也是一个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个印尼菜。然后很难相信这一碗才20K， 这一碗就30K， 就大概就10块20块人民币左右之内，非常便宜。感觉这个可能才更接近一个本地的巴厘岛消费的物价。里面还有配面啊和炸云吞啊，就我们之前已经来吃过一次了，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就在我们的身后还有非常漂亮的稻田景，所以感觉好像也不用去什么网红餐厅，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美味简单的食物和非常漂亮的风景，挺不错的。The wind is so strong here today. You can hear these things ringing, and over there you can see that spinning super strong. But at least it's not hot. Perfect little breeze. Let's try the bakso iga. There's actually many toppings inside this bakso iga. Of course, there's the bakso, the meatballs, the iga, the ribs. There's also a fried wonton. There's some fried tofu. And you also eat it with, I think, vermicelli noodles and instant noodles. Pretty interesting combination. And now let's try the bakso, the meatballs. Very giant piece of meatball. 好夸张，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下口。就算忽略它这个芝士的内馅，那肉丸本身也是很 Q 弹，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手打的，但是就是跟超市里卖那种丸子不一样的味道。它的分量其实非常的小，但是里面有这么多的食材在，虽然它的面条可能用的也只是方便面和比较普通的粉丝，但是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我觉得综合来看，目前仓谷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沙滩，因为它就很安静、很舒服，来的人也比较少，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还有跑来跑去的小狗。冲浪的人也蛮少的，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这边的浪比较大，也比较急，所以只零星看到几个很厉害的小孩哥在这里面冲浪，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然后这边的沙滩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这种黑色的沙子，就是一个黑沙滩，在夕阳下就呈现出一种黑金的颜色，非常特别。在海浪拍岸的白噪音中，我忍不住在想，也许生命就像海潮一样，伴随着一次次的高峰与低谷，快速的涌来，又快速的退去，最终连走过的痕迹也会一并抹掉。但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冲击中，我们确认着当下的存在，有了真切活着的实感。Love me through the night.
找谁？一只突然来搭讪又突然走了的小狗。我觉得这个海滩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信号不太好，但是有这样的美景，也不需要看手机了吧。第3天，我们稍微远离仓谷，开启了包括乌鲁瓦图在内的南库塔区域一日游。在这里，眼前的大海也展现出了它截然不同的风貌。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海滩，乌鲁瓦图这边的海滩它都是在山崖下面的，所以都需要爬一段走下来。真的是跟昌谷那边的海滩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那种非常晶莹剔透，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果冻海。这一片的海域还比较的平静，让我感觉有点像一个湖，因为那个浪都在远处翻腾，所以这一片很平静的水域就可以看到大家在这里游泳啊，还有划皮划艇，然后在天空上还有很多人在玩滑翔伞，还蛮有意思的。哇，这个海就是美到让人立刻就想要蹦进去游泳啊，太爽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穴，正好就把这个海域框住，非常的漂亮，像一幅油画一样。就是这个海滩有特别多的贝壳和石头，有一点扎脚。Down was the easy part. Now we have to take all these steps back up.我们又来到了乌鲁瓦图的另一个名景点，就是悬崖公路。这边的路段感觉它也不完全封闭，因为这边左边这边还有一直有车经过，但是要进来其实是需要收门票的，还蛮神奇的。就是这种从悬崖峭壁中间凿出一条路来，然后它的尽头就是大海，就走过来看还是非常非常漂亮。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发现了这条路和凿出了这条路吧。漂亮还是挺漂亮的，不过人也蛮多的，还有蛮多的旅游大巴停在旁边。You can still see over there the ocean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it seems like this is low tide, so actually the ocean ends over there, and that's like a beach. 表面看起来又坚硬，但是其实又很脆弱，因为感觉摸一下它这个石头就会往下掉哎。We have arrived at the Uluwatu Temple, and they gave us one of these, I think they're also called sarongs, to tie on your waist. But if you're wearing shorts, they'll give you a purple one like that to cover up your entire leg.啊，乌鲁瓦图寺这里就有非常多只的猴子，所以尽量就不要把东西外挂，比如说眼镜啊、帽子啊。So that's why I took off my glasses, and now I'm half blind. Hopefully, I can see them already. Oh damn! 看到他们都非常之忙碌，要不然就是忙着打架，要不然就是在吃玉米，要不然就是在那儿互相抓痒，要不然就是在那儿开大会，就
各有各的忙吧。这里感觉好像并不是一个寺，我感觉来到了这个才是那个猴子森林公园。但是沿着那个海一直走下去还是蛮漂亮的，我感觉那个浪真的非常之震撼，就是那种翻滚起来的浪，一面浪组成的墙在坍塌一样。Well, that's unfortunate. The ocean view here must be really cool if you fly a drone.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去看夕阳啦。我们就想找一个不需要门票又可以飞无人机的地方，所以就在那个悬崖这一边西面一直在搜，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叫做 Jaran Hill 的地方，还是蛮多人骑着摩托车来的。这里还有一个灯塔在后面。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我觉得在乌鲁瓦图看到的海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看过这么多大海中应该最难忘的一次，因为这里的海域非常的开阔，好像已经坐在了这个陆地的尽头一样，看这个太阳从海平线落下去。远处的大海是非常平静的，但是近处靠近悬崖这里呢，就像大海的一层又一层的褶皱一样，非常的美。我觉得这里的浪它有点像是绸缎一样的铺开，然后它落下的时候就像天上揉碎的云一样。每次的浪它的起点和落点，它的大与小都是不一样的，就会忍不住一直的盯着它看，就看不厌，看那个海浪不停的起起落落，看着海浪里这些和浪搏斗的人。这个就是山的边缘，这就是悬崖，一定要注意安全。I feel like having a nice weather, having this breeze in the air,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waves, in this beautiful light, it's really enough. It's really a perfect ending to the day. How do you feel? 我觉得今天虽然没有去特别多的景点，然后今天的夕阳呢也没有前几天我们在昌谷看到的能见度那么高，但是也还是一个结束一天非常好的方式，因为阳光、大海还有美好的心情这些东西呢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甚至它有可能也是可以是免费的，就像我们在这里这个破破烂烂的悬崖旁边看夕阳一样的感觉啊，它有一点变成金色了。只要付出一点点时间，你就可以收获这些了。觉得乌鲁瓦图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下次可以来冲浪就好了。Okay, time to go home.《从巴厘岛飞到爪哇岛，我们将要从泗水前往布罗莫火山。这期视频就是关于我们不跟团如何完成一趟自由行。但首先声明，这不完全是一趟轻松的旅程。如果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早上10点钟到了这个Purabaya 这个车站，但是我们现在有点迷惑，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闸机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看网上攻略说你是不需要提前买票，你是应该到车上才能买票，所以我们去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回事。Okay. Yes, you can. Okay. 工作人员跟我们解释，首先要先去柜台登记，获得一张纸质的2维码入闸，再去5号站台坐车前往 Probolinggo 旁越。我们选择的是配有空调的 Patas 快速巴士，在上车开出一段后，会有人来收取车票费。是保险起见，就是千万不要听任何人在给你的推销，你就认准这个车站内的5号站台。走
走到这里坐上车就对了。好啦，那我们现在要睡一觉，希望我们醒来的时候就到 Probolino。现在到这个 Probolino 的这个汽车站下车了。从出口出来一直左转，看到这个绿色的小巴就是可以坐去 Bromo 山下那个村庄的那个小车。不过它应该要等到人齐，有可能等到10个人才会发车。现在我们有2个人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就是个未知数了。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发车时间。如果人不齐的话，可能每个人需要分摊的价格就会多一点。我们最后的决定就是不等了。接下来我就要补充说一下这趟交通的雷点。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呢，就和另外2位拼车的德国背包客交流了一下，了解到他们其实早上9点钟就到了，就意味着在他们等待的这3个小时中，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来。然后当时小巴给我们的报价是100K 印尼盾一个人，一般满座情况下其实只需要50K 印尼盾，相当于翻了1倍的价格吧。我们讨论了一下，就决定说，不如就节省时间，一起打个 Grab 过去。接下来我们就发现了另一个潜规则，就是在汽车站附近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小巴的地方保护范围之内，根本没有其他车愿意接单，这也导致了我们跟小巴就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我们现在在躲避人家地头蛇的眼线，所以要走多久？走1公里，预计我也不知道走多久，走到一个我们可以打车的位置。后来我们一直走出主街，又拐了个弯，才遇到一位好心愿意接单带我们去村里的师傅，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这段旅程应该就是我们整个自由行过程中最不可控、最离奇，但很幸运最后也得到解决的部分了。经过一段云雾缭绕的盘山公路之后，我们就到了火山脚下的村子 Somorolawang。在酒店简单休整之后呢，我们就去村里面小逛一下。这家餐厅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村里面稍微还不错的一家餐厅了。它菜单里不仅有这种印尼菜、白人菜，还有一些是中餐，蛮神奇的。在这个小村里面，这个菜还挺像模像样。这个价格比市区稍微便宜一点，不过它分量也小一点。话不多说，开吃吧。The weather is pretty unpredictable here. It looks like the sun is out again. I don't know, hopefully it will stay this way until sunset. Maybe we'll get to see the sunset today? Who knows? 一个离火山如此之近的村庄，坐在这里又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叫做《火山之恋》（Fire of Love），讲的就是2个科学家夫妇，他们就是去不同的火山那里探险。就是坐在火山面前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危险的美丽，这些来自地球深处的心跳就在那里，然后喝着迷惑的1K 的小饮料，就是5毛钱的饮料，我都不知道 Jeffrey 选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希望它不会让我们拉肚子吧，明早。现在是凌晨2点半，外面大概是12度左右，还是有点冷的。已经听到引擎的声音了，我们也差不多时间要开始爬山了。Look at this mist and fog. It's even crazier than yesterday night. 好大的雾啊！这个雾让我觉得有点凉凉。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会有路灯，但愿是吧。还有在这么大的雾天摸黑爬山，真是太刺激了。This at least is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There's nobody on the road right now.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SUVs might come a little bit later. Just then we saw a dude riding a horse over there. 这里真是什么交通工具都有。This is crazy. You can barely see like 5 meters in front of you. 走了40分钟，40到50分钟的盘山公路之后，就到这个要去观景台的入口了。
So now we reach the point where all the SUVs are parked. I think this is the point where everybody has to start hiking up the mountain. 我们走过的路都是大雾弥漫的，不过上面就非常的清楚，一点雾都没有，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看日出的好天气。然后一路上来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黑，虽然后半段没有路灯，但是这个月光非常的亮，就像打在头顶的一盏灯一样。那我们走吧。我们应该已经到2/3。就到那个观景台了。这条路坡度应该有45度左右，所以不是一条比较好爬的路，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话。这个第一个观景台就是 Saruni Point， 这还是一个建得蛮好的观景台嘞。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感觉我们在这儿还有点时间，应该还有2个小时左右才日出。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往上走一下，看能不能走到 King Kong Hill。不过从这里上去基本上都是土路了，就是完全没有灯的路。可能太黑了，看不太清楚，但是这条路上一闪一闪的都是头灯跟手电，大家都在往 King Kong Hill 的方向走。我们现在没有爬到 King Kong Hill， 我们大概就是在它中间1/3的这个位置就停下来，觉得这个视野也够开阔了。然后这个火山的方向其实并不是它日出的方向，其实那边才应该是东边。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点点的颜色在那里了，但是要等太阳完全越过这个山头，这个光应该才能照到火山上面。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东方渐白，我们眼前的色彩以分秒为单位发生着变化，从破晓后的第一缕赤金色，到天际晕染出的粉紫色，再到被轻柔薄雾笼罩的青蓝色。现在已经非常亮，非常清楚了。对面就是 Bromo。超级的美！现在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这冷得瑟瑟发抖，等了1-2个小时。现在的光线也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完全看到这个山的形状了。远处的火山群变成了漂浮在云海中的巨大岛屿，而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将视野移向了另一边。森林与村庄恰好组成了海岸线，云雾伏岸，每一眼都是自然最细腻的手笔。早上6点半，而我们这次的旅程才进行了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要潜入云底，穿过沙海，去爬真正的火山。We made our way back down already, and now we're going to head over there and hike up the actual Mount Bromo, hike up the actual volcano. 我建议大家来爬这种山，最好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头灯，因为有的地方确实不好走，拿着手机就不是很方便。现在天虽然更亮一点，山的轮廓也更清晰了，但是还能看到旁边的云海，就是弥漫着我们昨天住的那个小村子，非常非常的美呀。I'm kind of surprised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trekking their way down. This road during the daytime is quite beautiful. There's like farms on both sides. 我们今天是一个纯步行的行程，当然不建议大家都这样子。
如果走不了的话，或者赶时间的话，在那个 Saruni Point 那里还是有蛮多摩托车可以直接打到 Bromo 的。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刚到底，我们要一路走到火山上面去。So this little entrance right over here next to the Inda Hotel is the start of the trail that will take you all the way to Mount Bromo. 这主要是一条当地人和马走的路线，虽然不算太好走，但是从这里可以免费的前往 Bromo。如果是坐车，只能从另外的入口进入，需要支付额外的门票。Well， 我们现在终于走这条路下来了，但问题是啊，山在哪里呢？家人们，一点山的痕迹都看不见呀。I feel like if we follow this road, we can successfully reach Mount Bromo. I mean, there's tire tracks here, so I'm guessing this is the right way as long as we don't go off the trail. This is so insane. It really is like you're in a different planet.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an image like this before. 这个画面我还以为走进了什么电影片场里一样。I think we gotta cue some epic music right here. It's getting a little bit too dusty with these SUVs driving by, so we decided to put on a mask. 终于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了。这个火山灰的路非常的松散，所以基本上踩一脚都是沙。它这里骑马倒是还是挺帅的，在大雾里面策马奔腾。You can see Bromo. Looks like it's still a very, very long hike up there. 45分钟后，我们终于到了 Bromo 的山脚下了。Can you imagine? We walked from somewhere over there all the way to here. But we're not done yet. 上面看能见度还蛮高的，而且那个烟真的非常像一个喷出来的云一样，好奇妙哦。走吧。Well, I feel like we didn't come late enough, and now there's a huge line to even climb up Mount Bromo. Bromo 的名字来自于爪哇语发音中的 Brahma， 代表了印度教的创世神梵天。在传说中，山神帮助当地王室繁衍子嗣，但条件是王室必须将最小的儿子献祭给火山来换取安定。如今，在每年的卡萨达节，当地的腾格里族印度教徒仍然会参与火山祭，但取而代之献祭的是果蔬、鲜花、家禽、钱币等祭品，保留下来的是对自然力量的尊崇与致意。近距离的欣赏，真的非常的难以形容的一种平静而又壮阔的感觉，就是觉得啊，世界造物是如此的奇妙啊！但是又是因为它离我们有点距离，它有一点像一个非常温驯的野兽，因为你知道它蕴藏着可以吞没这一切的力量，但是它现在只是非常平静的在这里面燃烧。现在是早上10点钟左右，火山边上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大家都已经散了。行走在一个活火山的边缘，除了短短的一段栏杆，基本跟火山口就处于近在咫尺的距离。
为了安全起见，现在也只有指定的一片区域可以逗留。当我们始终保持着最敬畏的距离去靠近大地的呼吸，或许更加能理解生命本身只是一个仁慈的奇迹。我想拍一个很帅气的 ending。我本来也很想取口罩的，但是我的脸上现在都是火山灰，真的是纯天然火山灰面膜。So then I think that's the end. 在回程途中，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贯彻一路徒步到底的目标，决定犒劳一下走了大半天的自己，坐上了感觉快散架但也十分带劲的摩托车，穿越沙海回到村里。关于这附近的摩托价格，我感觉跟对方至少来个对半砍是没有问题的。到村里后，我们最终还是选择坐小巴回旁岳，在原路坐大巴返回到泗水。因为这次拼小巴的人更多，所以也才有了更划算的价格。那这次的布罗莫火山自由行就到这里结束啦。虽然多少有点过程坎坷，状况频出。如果想要跳过这些麻烦，当然有很多的旅行团可以报名。但这次旅途也让我们拥有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奇遇，享受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度，看到了印度尼西亚又一面的风景。不知道你看完之后会觉得这趟旅行是否值得一去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